各位同學，大家好，歡迎來到今天的 HSK 6級考前輔導系列課。上節課我們和大家一起學習的是，如果看到了一個詞在文章當中，讓你去猜一猜它是什麼意思，你應該怎麼做？這節課呢，將要和大家一起來看一看6級閱讀第4部分當中還有一類一定會考到的題型，那就是讓你去給這個文章加一加題目。那對這種題目，我們應該怎麼做呢？我們今天就來一起看一看文章標題類的題目應該怎麼去選擇。其實說到文章標題類，相信大家平時寫文章肯定少不了要寫一個標題。那你會怎麼寫呢？一般其實你怎麼寫，作者也就是怎麼寫的。我們怎麼去找哪一個選項最適合做文章的標題？有2個方法。第一個，像我們今天的第88題，它給你的4個選項非常有意思。A 是天高任鳥飛， B 鳥、駱駝、鯨， C 船到橋頭自然直， D 活到老學到老。 A、C、D 好像呢是在告訴你一個道理， B 呢很特別，說了3種動物。這種特別的題目是不是非常吸引人？或者說這種告訴你一個道理的題目簡單明了，就是告訴你我這個文章想要說的主要內容是什麼。其實分析完這4個選項，文章標題類怎麼去做，我們已經有答案了。第一種標題，作者經常會寫的是像這種一看到標題會吸引到你的，你特別想知道鳥、駱駝、鯨這3個完全沒有什麼關係的動物，到底在文章當中會發生什麼樣的故事呢？文章又想通過這3個動物告訴你什麼呢？這是第一種。第二種呢，就是這種簡單明了的，直接告訴你我的文章，告訴你的道理是什麼，我的文章主要內容是什麼，或者說我的文章最想要說的東西，說明的對象是什麼。因为我們6級閱讀當中經常會考的2類文章，一個就是道理類的，第2個呢就是說明文了，直接說明一個對象和它有關的方方面面介紹給你。所以當你在做這種題目的時候，其實很簡單。第一，看一看文章當中經常出現的關鍵詞是什麼，哪一個詞出現的次數比較多，那毫無疑問它一定是這個文章的關鍵詞，也一定和我們的標題這種題目的答案有關。第2種呢，除了找重複出現經常出現的那個詞之外，你還要看一看，如果是一篇說明文，它說明的對象是什麼？如果是一個故事哲理類的文章，它告訴你的道理是什麼？這個道理和這個說明對象都有可能是文章的標題。好，帶着我們這樣的方法，今天呢，一起來通過幾道題目檢驗一下老師說的對不對。好，第一個題目4個選項已經給大家讀了一遍了，那我們看一看文章當中有哪些有用的句子呢？投案資歷深淺，人們在職場中大致會經歷3種角色，在這3個階段工作的人可以比擬為3種動物：鳥、駱駝還有鯨魚。把人在職場當中的3個階段比成了3個動物。哦，原來這3個動物它的意思是這樣的，是和人們在職場當中的不同經歷有關的。我們接着往下看。剛進入社會不久的新人像是一隻鳥，剛剛孵化，開始學習飛翔。是不是和剛剛畢業的你，或者說剛剛參加工作的你有點像呢？剛參加工作，
正好呢是學習階段，所以像是一隻鳥。工作了一段時間，到第二種了，成為公司或組織裡的中堅幹部之後，你就成了一頭駱駝。如果各位聽課的同學已經在工作了，而且呢小有成就，可能是一個小領導了，那你是什麼？你就不是鳥了，你是哪種動物？你是駱駝。那鯨是什麼呢？我們來看第三個，有幸從中堅幹部更上層樓，又往前走了，升官了，或者說升職了，成為一個公司或組織的高層決策者，權力更大了，領導者，成為領導了，那是什麼？那就成了一條鯨魚。所以這篇文章雖然沒有給大家完整的一篇文章，但你也知道說的是什麼意思，討論的是什麼？討論的是人們在步入職場之後所經歷的3種角色。這3種角色作者寫的很有意思，用3種不同的動物給你打了一個比方。好，我們看，那如果讓你去選擇給這樣的一篇文章寫一個題目，你會寫什麼樣的題目呢？其實應該選的是 B 選項，非常簡單明了，人家文中已經說了，比喻成了鳥、駱駝、鯨魚，又分別解釋，告訴你原因。為什麼說一開始的是鳥，成為中堅力量之後呢，你就成了駱駝。當你成為領導者之後，你又變成了鯨魚。這是這篇文章的邏輯關係和主要內容。最終選擇到的正確答案是 B 選項。A、C、D 其實在文章這些主要的關鍵句子當中，我們都是沒有看到這樣的意思的，所以不會去選擇，只會選正確答案是 B 選項。好，再來看今天的第2道練習。最適合做上文標題的是，不管他怎麼問，只要你看到關鍵詞是標題，就要看一看，有沒有有意思的、新穎的題目，或者說主要內容、說明對象是什麼，又或者說，它的道理想要告訴你的內容是什麼呢？我們看一看文章說了什麼。人們在今天在冷天游泳時，適應冷水的方法一般有3種。哪3種？說完了。還有一些人做完熱身運動，便由池邊一躍而下。3種當中有一類人是什麼樣的人呢？做完熱身運動就直接跳到冷水裡邊去了，這是他適應冷水的一個方法，一躍而下。倒是一躍入池的人，由於馬上要應付眼前游泳的問題，反而能忘了周身的寒冷。想一想，有的人会去冬泳，冬天的水溫特別低。有一種人熱完身之後就直接跳到冰冷的水當中去了，你的感覺一定是非常非常的冷，凍得直哆嗦，直發抖，是不是？但是在水裡，首先你要做什麼？你一定要游，你不游就有可能面臨着被淹掉、被淹死，或者說被水淹沒這樣一個困難。所以你一定要應付的是眼前游泳的問题，而這個最為主要的問題，讓你忘了這個河水或者說冷水帶給你冰冷的刺激。所以說的還是和什麼樣的人有關？和一躍而下的人有關。再來看，與游泳一樣，當人們要進入陌生而困苦的環境時，怎麼樣？心存破釜沉舟之念，能忘卻許多痛苦。只有當你在一個又陌生又困苦的環境的時候呢，你要想有破釜沉舟的觀念，要下定決心，一定要戰勝這個困難，所以你會忘掉你面對陌生環境的一些痛苦，或者說
一些覺得不舒服的這樣一種感覺。這和游泳一樣，和哪一類人一樣呢？和一躍而下這一類人是相關的。所以最適合做上文標題的是，我們看看文章還有哪些提示。在生活中我們應該怎麼做呢？講了故事，又把它引申到了生活當中，你應該的做法是什麼？那敢於一躍入池的人，早已自由自在地游來游去，把周遭的冷忘得一乾二淨了。說的還是和誰有關？最主要說的就是一躍入池的那些人。在陌生的環境裡，由於這種敢於一躍而下的人比別人快，比別人果斷，也比別人敢於冒險，因此能把握更多的機會，獲得成功。老師想問你，這句話是說一躍而下這種人是在說他們好，還是說他們這種做法不可取，你不要學呢？更容易獲得的是成功。成功大家都希望有，所以是支持，是積極的態度。所以看了剛剛那麼多句子，作者一定是在肯定敢於一躍而下的人，而且一躍而下或一躍入池這樣的詞在文章當中也多次出現了，也就是我們經常說的那個關鍵詞。那我們看一看選項和這些關鍵詞哪一個匹配度最高呢？ A. 三思而後行，是說你做這件事情之前要多想一想，多考慮考慮，考慮的全全面面的再去做。 B. 生命在於運動，是強調你要鍛鍊身體，多運動。 C. 冬天游泳的訣竅，是想告訴你冬天游泳應該怎麼游嗎？還是說 D. 勇於一躍而下？冬天游泳只是為了引出話題，告訴你講一個道理。真正作者想告訴你的是，你應該像那些冬泳的人當中的一類人。哪一類人呢？敢於一躍入池一躍入水的那些人。所以一躍而下，同時呢也和我們很多的關鍵詞是一模一樣的。我們在這裡應該選擇的就是 D 選項，勇於一躍而下，非常形象，非常生動，同時也告訴你應該怎麼做，也是作者這篇文章最想告訴你的內容。答案選擇 D， 找到了和關鍵詞有關的線索。再看下一個，這問題呀都是不變的，變的只是選項和文章，還有不变的是什麼？我們做題的方法也是不变的。我们就來看一看這篇文章說的是什麼呢？很多人一直認為，當情緒低落的時候，找一個好朋友，將自己的煩惱和痛苦傾吐出來，是一種釋放負面情緒的好方法。然而，講課的過程當中多次提到過什麼呢？看到轉折、然而、但是等等這樣的詞，一定要看後邊的內容，後邊的內容才是最主要的，它呀才是作者真正想說的話。近期發表的研究報告卻與傳統觀點相悖，相悖就是相反。遇到挫折時，向朋友大倒苦水，不但無助於減壓，反而會更添煩惱。這才是作者想要肯定、想要告訴你關於他正確這種做法對嗎？不對，他不但不能夠幫助你，反而會讓你更煩惱。尤其是對那些有完美主義情節的人來說。再接着往下看，某大學教授帶領研究小組在校內徵集到149名學生，開始告訴你，我們做了什麼。這些學生
都認為自己在生活中遇到的挫折比常人多，對生活的滿意度較低，這是完美主義情節的典型特徵。研究人員要求他們每天提交報告，記錄一天中最讓人煩心的失敗經歷，還有應對失敗的對策，以及對這一天生活的總體滿意程度。其實讓他們教就是把這些不好的事情說出來。經過分析發現，學生們應對失敗的策略大致有：尋求社會幫助、向朋友傾訴、轉移注意力、自我譴責、逃避現實等很多方法。有一個和剛剛提到的一開始大家認為有用，但其實證明沒用的方法是一樣的，是什麼呢？向朋友傾訴。其中除了轉移力這一項外，採用其他策略都讓學生感覺更糟。除了某一項，剩下的都不好，都讓学生更加煩惱，那些不良的情緒更多了。那肯定的是哪一個方法？是我們的轉移注意力。所以除了轉移注意力，剩下的方法不僅沒用，反而會讓你更煩惱。也就是說，解釋了，他們越頻繁的自責、逃避、向朋友傾訴，對生活滿意度就越低。這是做完這個實驗最主要的觀點，最重要的信息，你一定要看到，一定要在做閱讀的時候，中間做了什麼，你可能要快快的去讀，但是結論一定要仔細看一看，得到的結論是什麼，肯定的是什麼，否定的是什麼。教授解釋道，向朋友傾訴的過程等同於讓傾訴者再一次回顧失敗，反覆思量失敗經歷只會讓人越陷越深。這就是為什麼向朋友傾訴不會幫助你，反而讓你心情更糟的原因。對於遇到挫折的人，特別是那些無論獲得多少成就都不易滿足的完美主義者，在應對失敗和壓力時，應該是作者肯定的做法。你應該做什麼？應該多努力尋找挫折所帶來的積極因素，用樂觀的姿態去思考所發生的一切，自我調節，坦然面對，順勢而為，一笑置之，才能獲得較高的生活滿意度。在這裡，這些方法都是，不管他說什麼方法，其實都否定掉了一個，那就是不要去找朋友說你這些煩心的事兒。你越說，其實就是把這些煩心的事情讓他在你的身上又經歷了一遍，所以其實是不正確、不提倡、不建議大家去向朋友傾訴的。看了這麼多，我們來再接着往下看一看，作者最後還說了什麼？對任何人而言，傾訴總結的話來了，傾訴都不是一種有效的釋放壓力的方法。一位社會心理學家並沒有參與研究，但也認為，同樣也是肯定的，傾訴反而會增大壓力。說了很多傾訴，也是通過這些話在否定傾訴的作用，是因為它能使人保持高度警醒的狀態，同時還會激發起好鬥和憤怒的情緒。雖然人們常說訴苦之後讓人感覺輕鬆，但又出現了轉折，又應該注意了。但這種輕鬆感並不會持續很久，所以也是不建議的。整個文章剛剛都給大家讀了一遍，關鍵的信息呢，其實是需要你去提煉的。說了那麼多話，作者最主要、最想告訴你的是什麼？
或者說多次出現的詞或短語是什麼呢？一開始說到這個向朋友傾訴，它好還是不好？說的是否定的，不但無助於減壓，反而會更添煩惱，是否定的，在否定向朋友傾訴這個方法。然後又說，除了注意轉移力之外呢，剩下的方法都不管用，也是進一步去否定它了。而且還告訴你，你越傾訴，你越對自己的生活不滿意，也是消極的。教授的解釋是，向朋友傾訴，就相當於你再一次回顧失敗，讓你越陷越深，消極的、否定的。最後呢，總結，傾訴不是一種有效的釋放壓力的方法。這是作者通過很多的句子，通過一個研究，告訴你研究的內容是什麼。其實最主要，這篇文章最關鍵的想要告訴你的就是什麼呢？我們看一看選項說了什麼。A. 傾訴並非良方。 B. 管理情緒的妙招。 C. 多個朋友多條路。 D. 完美主義的苦惱。其實呀，關鍵詞就是傾訴，說的呢又是否定它的，說它不好，傾訴沒有用，反而讓你越陷越深，徒增煩惱。跟我們的 A 傾訴並非良方是意思一致的，所以最適合做這篇文章的標題應該選擇 A 選項。這篇文章呢比較長，老師基本上把整篇文章都給大家讀了一遍。讀的過程當中，其實你也可以找到說到了很多和傾訴有關的詞。我們說關鍵詞就是經常的反覆出現的那個詞，但是這個詞不一定都是用傾訴。傾訴其實就是什麼？向朋友大倒苦水，向朋友傾訴，它的意思其實是一樣的。所以關鍵詞不要只看詞，要看它的意思，意思相近，其實也是一樣的表達。所以我們通過找關鍵詞，通過看作者對它的態度，作者最想告訴你的結論的句子，我們也能夠選擇到正確的答案，應該是 A 選項。再看下一個，最適合做上文標題的是這篇文章又是關於什麼的呢？我們又應該去找關鍵詞，還是要去找道理呢？我們就帶着這樣的問題去看一看文章說了什麼。在秦始皇陵兵馬俑博物館，我們看到了那尊被稱為镇館之寶的貴社俑。看到第一句話就知道了，不是故事，說的是一個對象，說的是什麼呢？是貴社俑。導遊介紹說，貴社俑是兵馬俑中的精華，是中國古代雕塑藝術的傑作，誇他的。仔細觀察這尊貴社俑，它身穿交領，右衽齐膝長衣，這是中國古代服裝的一个表達。所以呢，我们在這裡你可以不用去仔細的想，那這個衣服到底長什麼樣子，只要知道他說的呢是和貴社俑有關的就可以了。身披黑色鎧甲，然後怎麼樣護腿，足穿什麼什麼樣的鞋子，這些呀都是和他的外表有關的，描述他的，描述的是什麼呢？是我們的貴社俑。再接着往下看，他的頭髮是什麼？頭上邊是圓形的是描述他的髮型的。然後他樣子呢，左腿呢是彎着的，右腿呢是在地上跪着的。其實通過看這些文字，你已經大概猜出來、想出來這個貴社俑它的樣子是什麼了。但至於裡邊的一些，比如說你覺得詞我沒有見過，這個漢字我不認識，那老師想問你，你不認識會影響到你對這段文字的理解嗎？
這段文字說的就是貴社俑，這些句子都是告訴你貴社俑長什麼樣子的，它呀不會影響大家做題，所以這是6級考試的一個特點。文章當中的詞難，或者說你不認識是超纲的，但是不會影響大家做題。我們再看後邊呢都是在描述它的這個神態呀，或者說它的這個動作，我們就不給大家一一讀了，節省時間。往下看，據介紹，貴社的姿態，古代稱之為坐姿，說的是它的姿態。貴社坐姿立姿怎麼樣，然後呢說它是一個基本的姿態。坐姿的設計重心穩，比較省力，是說為什麼要坐着，是防守或設伏時比較理想的一種射擊姿勢，對它的一個解釋。迄今為止，兵馬俑坑已經整理出土各種陶俑1000多尊，除貴社俑外，皆有不同程度的損壞，需要人工修復。而轉折來了，重點，而這尊貴社俑是保存的最完整的，就連衣紋、髮絲都能看得很清楚，是唯一一尊未經人工修復的陶俑，非常厲害。經過了這麼多年，它都沒有損壞，沒有去修復，原來是什麼樣子，你看到的還是那個樣子。貴社俑何以能保存得如此完整呢？導遊說，這得益於它的低姿態。所以這一段一開頭用一個問題問：那麼多1000多尊人像，為什麼只有貴社俑完整的保存下來了呢？是因為它的低姿態。然後後邊說明了一下它的姿態，然後說為什麼通過這種姿態能夠保存的完整。所以在我們捋一捋，我们来看一看這篇文章啊，其實說的是貴社俑。關於貴社俑呢，介紹了很多方面，所以是一篇非常典型的說明文。說明文的標題有時候呢有一個特點，它就是讓你去選擇這篇文章主要的說明對象的。我們看一看這些，先看一看這4個選項。A. 貴社俑的低姿態。 B. 雕塑傑作兵馬俑。 C. 古代的制俑技術。 D. 貴社俑的動人傳說。剛剛說了，看完這篇文章，貴社俑多次出現，所以肯定標題和貴社俑有關。我們排除 B 和 C。那一個是說它的姿態低，一個呢又是說關於它的一些傳說。我們看一看每一段它主要說的內容到底是和它的低姿態有關，還是和它的傳說有關呢？老師把主要的句子又給大家放在這裡了。首先開頭引出貴社俑，然後呢又說，據介紹，貴社的姿態古代稱之為坐姿，是不是在講它的姿態是坐姿？然後呢說坐姿呢是一個比較理想的射擊姿態。進一步又告訴你，出土了很多的這種人像，但是只有貴社俑保留下來了，為什麼呢？得益於它的低姿態。剛剛也看到了，我們說關於它的低姿態用了整整一個段落，很多的文字在描述，所以肯定和它的這個姿態是有關的。這些句子每一段的主要內容都沒有提到傳說，就是和它有關的那些故事，所以我們 D 也不在考慮之內。最後得到的答案就是 A 選項，貴社俑的低姿態。好，今天的課程呢就到這裡了。今天課程呀，就是和大家說了說，一起做了做題，看一看當你遇到文章題目類型的時候應該怎麼去做。最後呢，老師給大家稍稍總結一下，當你去做這種文章題目類的文章時，
題目時，大家應該去想的是：第一，找一找這篇文章當中經常出現的詞有哪些，或者說哪一個，也就是那個關鍵詞是什麼。這個關鍵詞不光是說，比如說我們今天遇到了傾訴，傾訴還可以說為跟朋友倒苦水，對吧？它其實意思是一樣的，一定要去把握這個關鍵詞，說法不一樣，但其實是一回事兒。這是第一個。第二個呢，你去看一看，找一找，如果選項當中有那種特別有意思、特別新穎，你一看就想知道關於這個題目我能說什麼樣的文章呢？而同時你又在文章當中找到了和這個選項相關的那些詞，也就是說比較吸引你的那種標題，也有可能是我們問題的答案。這是第二種。第三種呢，就是如果你遇到的是比如说說明文当中想要说的是一個道理，或者說故事類文章當中想要告訴你的也是一個道理，那這個道理也有可能是我們文章的標題。所以第一，關鍵詞；第二，主要內容或道理；第三，就是去找一找比較新穎、比較有趣、能夠吸引你的那種標題。但是這個標題的內容一定要在文章當中找到對應的詞才可以。這就是我們如何去做標題類的文章。好，今天的課程到這裡就全部結束了。其實到這裡呀，不光是今天的課程結束了，我們6級考試閱讀部分呢，也要和大家說再見了。這一部分就全部講完了。老師希望你呢可以多用一用說的這些方法，能夠幫助大家呢，也希望呢老師講的這些方法可以幫助你比較快的去做題，能夠把你的閱讀速度和做題的準確度提上來。好，最後祝大家考試順利，我們在其他的課程裡再見吧。